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当全球紧盯联准会降息时，美国房地产金融最底层悄然拉响警报。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组建平衡表问题工作小组，宣告数兆美元缩表变革即将到来。与此同时，高达数兆美元的机构房贷担保证券市场正释放出极其诡异的提前还款与信用评分巨变。这项管道数据的变动将是我们在2026下半年看清全球美元资金大迁移的终极底牌。对于投资人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大洋彼岸的金融探头，更是一场将实质影响我们海外资产估值、寿险板块爆险以及台股高阶硬体定价权的流动性大变局。据摩根大通研究报告指出，华许主席已任命卡伦戴南、拉古拉姆拉詹及杰里米斯坦组成平衡表工作小组。市场虽担忧斯坦缩短资产存续期间的立场，但机构房贷担保证券目前并非该小组的首要审查重点。不过，市场资产池表现已显著承压。摩根大通指出，压力主因有三：一是利率持续上升导致 S 曲线扁平化，降低了还款保护价值；二是 6.0% 至 6.5% 的高票息券源紧缺，抑制了机构资金布局；三是随房利美与房地美减少购置与打包需求，导致资产溢价正面临利差修正压力。针对这三大驱动因素的联动影响，当前特定资产池因上述相共性利空而表现落后。但随着未来美国通膨缓和、无风险利率大幅下行，这三大不利因素将会在瞬间发生同步逆转。然而，在整体还款速度放缓的宏观美景下，最新公布的6月份还款报告却爆出了一项极其诡异的背离数据。摩根大通指出，2025年12月发行、加权平均贷款年龄为6至8个月，且票面利率为 6.5% 的特定主要资产池，其提前还款速度在6月份疯狂飙升到了惊人的 63.4% 条件提前偿还率，相较于前一个月大约 48% 出现了非线性加速。这项反常的还款狂飙颠覆了传统认知。华瑞认为，这背后是房改服务商为争夺存量客户，向2025年12月高位入市、合约利率达 7.38% 左右的屋主展开精准行销。屋主即使面对 6.49% 的基准利率，依然通过转融资、借新还旧获得更低利率。这表明发起商的存量客户掠夺已白热化，将对持有高溢价房贷担保证券的投资人带来严重的提前还款再投资风险。除了个别资产池还款异常外， Rocket 与 Mr. Cooper 合并后更释放出剧烈扰动。数据显示， Rocket 从新取得的服务组合中实现了高达 54% 的再取得率。华瑞认为， Rocket 利用其数字渠道与自动化算法，对 Mr. Cooper 原本庞大但被动的存量客户进行高频的人工智慧转融资游说，这导致那些享有正75个基点获利空间的旧 Mr. Cooper 房贷提前还款速度出现了非理性的飙升，使相关债券面临着存续期间被迫缩短的久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居民信用评分体系的转换正在改写发行定价。自4月底发起商采用全新的 Vantage 信用评分系统以来，其发行规模迅速突破12亿美元，占比跨越了 2% 的门槛。更值得重视的是，随着 UWM 与 Rocket 发行份额的跳升， Vantage 房贷中贷款价值比及高于80以上的高 LTV 房贷占比出现了极其显著的增加。这一制度转换使评分模型产生刻度漂移，为房贷发行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多模型套利空间。发行商利用此套利掩盖高贷款价值比贷款背后的信用脆弱性，导致资产池风险结构质变。华瑞认为，当宏观景气下行，这些利用新评分系统包装的高杠杆贷款恐将成为信用违约与强制买回的第一批重灾区。华许掌舵下的联准会缩表与市场内疯狂的存量掠夺与制度套利产生了深远的因果呼应。在全球美元流动性紧缩背景下，房贷市场正面临剧烈的高波动洗牌，这再次向大宗金融与寿险机构敲响警钟，切忌在无息差保护的高位盲目增加海外债券久期。华瑞认为，我们应坚定将核心重心锚定在资产负债表健康、具绝对技术臂来与强劲自由现金流的台股高阶硬体制造龙头，并灵活拉高防守型高股息资产。唯有保持结构化的总经交易思维，以严苛纪律应对宏观杂音，
才能在算力重组与美元流动性退潮的风暴下安然避险，锁定长线财富增值。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